吧？因为之前呢，劳动部有一个那个就业安定基金呐，什么就业安定基金？今天如果请外劳什么都要每个月交一个钱，要交一个钱。这个钱是说呢，安定国内的，因为怕外劳抢了国内劳工的机会，所以呢要安定他们啊，给他们一些补助啊等等。那现在有7224万，到底怎么用？之前许明春不是什么唱歌啊，什么一大堆等等哈，那所以就被人家批评。那我刚刚看了最新的消息说，它主要是为了增加劳工福利。你唱个歌，劳工福利怎么增加？劳工真的要听你唱歌吗？好吧，所以黄国昌就说呢，应该全部把这钱追回来，而且审计部也不买单，审计部也认为这个钱是用的是有问题的哈。那劳动部呢对外说明了啊，刚刚对外说明就是说这提升劳工福利。那另外呢，这个刘世芳说呢，国民党跟民众党呢就砍租金的补贴，所以林右昌说要把那个共产党委员洪伟都罢掉啊。而且呢，刘世芳说国土所有414亿的预算都被删了或冻结了，所以一定会影响租金的补贴。好，那结果呢，这个国民党就说造谣嘛，我们只冻结了10%，41亿，怎么414只有冻结10%，41亿，所以这个钱可以让你用到11月，到时候你再来要求解冻就好了，怎么会冻你这个钱呢？而且就算现在冻结，还可以用到11月嘛，啊，那洪申翰呢就到新北去宣讲，说呢我愿意当台湾民主的侧翼，很多人就明明是侧翼，还说我不是侧翼，洪申翰我要去当侧翼哦。那民团就说你真的以为都没有人看预算书吗？随便你讲吗？哦，所以这个 OURS 都市改革组织的研究员廖廷辉就说，一共只动40亿嘛，你怎么讲？动了414亿呢？啊，那所以呢，这个他们就说，你干脆新青安新的青年安定的那个住宅那个办法先停掉嘛，哦，而且这个民间团体说赖清德的住宅政策承认失败嘛，还要混吗？那还要混？他怎么可能承认失败嘛？他不会承认失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呢，媒体就说你连提解冻的报告都不愿意提。对吧？你怎么对得起75万的租屋族呢？如果你讲的是对的，你来解啊！哦，那刘世芳又说了哈，说呢这个之前说冻结200亿，现在国土署呢说要冻结40亿，到底是怎样？他说去年底送出的预算的状况，不是现在的预算，那到底是怎样呢？我们看一下。不管是删或者动，一定会影响到年底的时候租金补贴的一个正常的那个预算的支付。那相关的情形呢，请各位看一下我们国土署的历次的这个记者会里面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那我只是跟大家补充一下，到上个礼拜114年的3月27，新户申请要租金补贴的，到目前累积已经有76万户在这里。好。所以这些数目字呢，都散见在我们的这个政府机关里面的新闻稿或者是预算书里面。那有没有说谎，请大家去确认。好吧，我们2位立委在这里来，齐凯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刘世芳这个租补贴这个事情，2个礼拜前已经被我戳破，狠狠打脸了。我给他看一个哈，这比较房屋津贴啊，它编列在这个国土署的这个计划里面。我给它圈起来，有2个关键字，大家看一下，一个叫排除，这是我代表台湾民众有提案的。排除第一个叫什么？排除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砍这个预算的同时，先把租屋的津贴拿掉了，就是1毛钱都没有砍。所以连那个连都没有，1毛钱都没有，这是第一个，太过分了，这是太过分了。当场我就已经戳破他了，我说你自己练。那排除这你写慢记信不信？就当场大家可以回去看我那问政那个录影带。他也承认说没有砍了，1毛钱都没有啊。结果他到昨天还去造谣。第二个关键是什么？3个月排除完以后，有冻结了1/10。国土署的这个预算啊，今年度预算啊，414亿，冻了10%，叫你3个月，关键字叫3个月。3个月你来报告完之后就解冻了。那怎么会有？他在讲说你冻结完以后，我不晓得多久会解冻。我说这上面写了3个月啊，3个月快到了嘛，你应该主动啊。更重要的，我问他说啊，你当过立法委员？你当过高雄市的副市长，当过行政院的秘书长，我们现场又有立委在，赵大哥当过立委。我说你举一个就好了，冻结预算没有解冻的，你给我听，1秒光没出来啊。冻结是个手段，它不是砍掉，它不是删减。我说我当记者那么久，凤新也是，你们都那个香龙，我们都跑过立法院那么久，现场有多立委，
冻结完之后，我印象中有一笔没有马上解冻，冻到隔年了，就是赖清德当立法委员，他拿说民进党的干事长公示的预算被冻结，他一直不愿意签字，那个隔到隔年才解冻，只有那一笔。我印象中所有冻结的到后来，你是要好好来报告，它是一个手段嘛，就是我在质询的时候你不听，然后我透过预算我把你冻结，叫你提个专案来报告，全部都马会解冻，他也讲不出来。所以透过今天关键字2个，第一个1毛钱没有删，他本来就被排除；第二个你3个月来解释完之后就可以解冻了哈。所以这个谎言他被戳破了，很生气了。他到昨天到下乡去还在讲，而且他还变加码变本加厉他说是被砍了一半。我跟大家讲，租屋的预算1年是多少钱？我还特别去问372亿。他的预算数1年国土署414，冻结的10%减掉也超过372啊！不要说就是一整年几乎都是够用的啦，特别是你马上来解冻就开了。好，另外我讲一下刚刚那个这个就业安定基金他钱花到哪边去？劳动部长去开演唱会、拍沙龙照，还有更离谱的，他的分署长就前次发生霸凌那个，他那个变成豪华去装潢他的那个房子，里面有蕨类的这个植物他说要20小时的灯光去照，多费电多花钱。民进党花钱这个不是只有这一笔，超市鸡蛋5.3亿，审计部到现在不通过啊。他还编钱说要去拿我们人民纳税人去补，我把它砍掉啊，5.3亿我还是把它砍掉啊。你自己的钱就是要追回来嘛，不管是超市基金5.3亿，还有这个就业安定基金的这个7000多亿，我们都把它要回来。另外你看那个新竹棒球场到现在不能用，对不对？它本来是2亿耶，结果他半年把它追加成12亿啊。民进党现在就是乱花钱，而且很多都是对于他旅游有是有利的，这些钱我们都要去追回来。马委。刚刚戚凯委员特别有提到他们现在很多的这些部会首长公然说谎，真的是让人家无法忍受。他们不仅在面对群众或者在媒体前面在国会殿堂，甚至现在带着谎言下乡。这个之前已经有提过了，上一次有提到，对，国防预算也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社宅的利息补贴跟租金补助，去年200亿，今年足足增加1倍，是400亿。刚刚也提到，是先排除这些租金的补助以后，才去冻结它的41亿。可是他还可以说这个会影响，而且会可以用。像冻结41亿多，这个是国土署自己新闻发布说的。他即使被冻结这样的金额，他还可以发到11月。所以在11月之前，你只要提出他的解冻报告，做好说明，他其实随时都可以解冻，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最重要的是，民进党要欺负老百姓，因为他不愿意拨补这样的租金补贴，明明都已经给你了，可是他却告诉大家他没有。因为这一次大家去煽动的预算有很多，其实大概就是业务费。业务费里面包括行政事务费啦、水电啦，还有包括文具纸张、差旅费、文宣，尤其是文宣，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文宣的费用用太多。那我在这里举国防预算好了。其实像之前我有冻结100万，为什么冻结那100万是主观的一个特支费？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付了美国高达超过6000多亿的预算。可是他们武器装备都没有到位，包括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刺针、鱼叉，还有F16，还有鱼雷，这个潜舰要用的鱼雷都没来，我们都不知道它怎么测试。可是这些没来的装备，我们冻结100万，希望我们国防部依据立法院这样的冻结的这个提案，可以好好的去跟美国谈判。可是他们居然认为我们这样是伤害我们台美的情谊。可以牺牲我们国内老百姓我们的税金，区冻结100万，他们也不能接受。所以我想其实他们用了很多的谎言去告诉我们所有的民众这个很简单，因为真的是你在所以我们的国防预算里面，其实像这一次我们煽动也删了80几亿而已，它高达6000多亿耶。那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是一个无人机的采购，无人机明明美方的发价书就是55亿，可是我们编了115亿，那不应该删吗？那60亿多出来就是要删呐。那80亿扣掉这个多出来的预算，它被删了多少？非常少。所以我想，其实面对群众，我想我们也会做更多的说明。可是我们希望民进党在执政的当下，应该是要以民众的福利为优先，而不是带着谎言，然后又不愿意去把这些福利真的交到人民的手上。休息再回来。
好吧，原来是35-0了哈。那国民党那天成了8个啊，所以现在呢，这个2阶段啊，现在呢1阶段成案了，就要进入2阶段嘛，所以现在变成全面热战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是要反恶霸啊，要聚集3个主轴哈，是说呢，把国民党立委罢掉以后，韩国瑜就会下台了。另外呢，这个民进党会废除财政收支划分法了哈。那另外呢是民进党就党团独大了，就是完全执政了嘛哈。那特别是这个财政划分法修正以后，其实对地方是好的，不管蓝营绿营的这个执政的县市都多拿很多钱哦。民进党中央少了，所以都叫得要命。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蓝营的地方政府除了少数哈，那个南投县长许淑华有传赖过，说他一定力保2个立委不会被罢掉哦，他还很认真的跟我讲这力保。那这个他县市长很重要嘛，他有资源嘛，在那边有选票嘛。那我看蒋万安有表态了哈，其他的县市长好像也就默默的享受这个财政收支划分的好处，真的敢出来讲的其实不多。这就跟我们台商一样哈，台商啊除了两边赚钱以外哈。就是除了从台湾卖到大陆，他会在台湾赚钱。大陆外销到美国，前10名的台商前10名的这个贸易商7个是台商哎。大陆赚美国一年赚几千亿美金，去年就算少也将近3000亿美金。前10名的7个是台商啊，两边赚钱了。台湾出口赚美国钱他也赚，大陆到美国赚钱也赚，但是一般都不讲话，遇到两岸政都不讲话。哦，这边默默的赚钱，然后呢都不愿意讲话，都不愿意出来说，哎，这个两岸的贸易其实蛮重要的，都不讲啊。就是跟那个我看现在很多蓝营的县市长也不讲话哈，你们不讲话啊，到时候会被点名出来骂的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蓝委就问了说，柯建铭说，我不是要位置啊，我大本是我看不惯你们把你们罢掉，我不是要立法院长啊。那国民党委员就说：“那你狂敲议事锤干嘛？你不是就想要有韩国瑜的位置来抢议事锤吗？”柯建铭说：“我是要做事的，我不是要位置的。”哦，那另外呢，国民党这边说要估会4席成功了，现在是8-8嘛，现在有8，说他们最后可能会有10了哦，但是不是每个都能罢成了哦，所以他们叫做精准罢免，说估计4席能够成功。听说民进党现在也改变策略。民进党要35席都会成功，有人说他不知道怎么弄到名单，不管了哈。那至少呢，这个你要罢35个是不太可能，你全部那么战场拉那么大，所以说民进党现在也在想说，我是不是15到20个，我也要精准罢免，而不是全面去罢啊。那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哈。那另外呢，民进党现在说要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要罢免傅崐萁啊。所以为傅崐萁呢量身打造新的文宣啊，然后呢要把这个认为说呢，而且说对国民党里面讲，罢免你就是罢免傅崐萁啊，所以呢他们就让傅崐萁的仇恨值增加了哈。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因为2阶段嘛，民进党2阶段，它已经20天了哈，40天里面20天了。那我们看进度哈，叶元之这边进度到了74.9%，就是它的门槛要到23000哦。他们目标是希望能有4万，但是目前已经到了17465，所以已经到了70%多了哈。台中的罗廷伟哦，门槛是27337，那现在他们收件收到17786，目标是要到7万，很高，目标到7万，门槛只有2万嘛，不到3万，还没有到7万哈。目前的进度说已经达到了65.1%，那40天的时间他们用了26天。40天的时间用了25天，你要看那个时间哈。那另外徐巧芯啊，这个他们目标是要4万，门槛是23000，那现在有15000，那达到63.9%，40天用了20天。李彦秀目标是31000，那现在到了2万，目标是6万，现在进度是62.9%，40天到了第21天。王宏威门槛是27000，那现在达到15000。所以目标45000，现在到了55.5%，40天呢到了20天哦。那谢国良那个时候其实2阶本来是没有的，但最后呢，因为民意代表就把服务处拿出来做联署站了什么，就后来就比较高哈。那另外呢，这个台北市国民党是要罢双吴啦哦，吴佩益跟吴思瑶哈。
那另外呢，说2阶段要联署，他们要求黄世秋担任顾问，因为黄世秋呢之前是有经验哈，那说跟吴思瑶这个力抗到底哈，那我们看看他们的状况。坚定守护韩国瑜大罢免进入2阶段之际，蓝营集中火力猛攻民党团总召柯建铭。我不是为了当立委院长，然后发疯，我一直隐忍很久，一直得敲，让大家说不要吵。既然国民党可以后面有说，我想当院长，这样说鬼话。蓝营方面举起反对总召柯建铭的大旗，而绿营也很有默契，锁定的是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10年来，傅昆萁的花莲作威作福，鱼肉乡民，让花莲有白色恐怖。是朱立伦让傅昆萁回到国民党，绑架国民党。傅昆萁带着10几个国民党的立委，跑到北京去朝圣王沪宁。来，立云，其实我现在看我们整个民团在推动罢免情况，坦白讲，的确是蛮危急的。到了第2阶段的时候，可能没有像大家想那么过关那么多了哈。因为第2阶段第一个是门槛一口气比第1阶段拉高很多。那第二个，其实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傅昆萁的部分哈。其实一开始在讲整个罢免的主轴里面，本来就会提傅昆萁，因为从过去从去年年中开始到现在，整个国会里面让全国民众很关心的、很忧心的这个乱象里面，傅昆萁算是一个很强烈的标志了哈。所以其实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就是在花莲的部分，其实花莲部分现在其实在我们的看到的情况里面也还算蛮热络的。虽然说他的这个过去，好像大家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富士王朝比较难去攻破，但现在陆陆续续有一些无党籍的议员来加入，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更重量级的地方政治人物也开始有一些隐晦的呼吁了哈，所以我们倒是会觉得说整体下来，大罢免是不是会真的像大家讲这个35的席次那么多？我想本来就很困难。那务实一点来看的话呢，我想应该是目标还是会锁在，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让这个国会的席次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那当然更指标的，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个傅昆萁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大家全国关注的情况之下，让很多旅外的花莲乡亲去一起来写下这个联署书，那甚至罢免能够过关哦。在司法部分，当然本来就不是政治上我们可以去做干涉的，但我想在罢免上，傅昆萁如果能够在这次罢免中的地位有所动摇，我不敢说一定会罢免成功，但只要国民党这边也对他有一些转折看法的话，我觉得整个罢免的情势不能说是一个颜色革命，我觉得它反而是很重大一个台湾内部社会的一个反思的情况，包含即便民党去下乡哈，其实很多的说法是不是能够被民众买单，我觉得其实也都还有讨论的空间了哈。那真的很急切的还是在于总预算的整个后面的处理哈，现在是大家比较急切想看到的。有时候我们常会讲，就是民党支持者会常讲说，罢免到第2阶段，好像这个没有柴火哈，结果这个柴火好像有时候又是这个蓝白的这些这个有一些民意代表自己去添加的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回到一个比较稳当的状态来重新去讲这个总预算的部分，那尤其像刚刚基凯委员讲这个部分，坦白讲，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其实民众可能也很需要，就是把这些内容去做一个厘清。毕竟预算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没有，我们自己是专业的人，我们可以看得懂。可是要怎么在那个现场去把这些东西讲清楚，甚至你做这么多图卡，可是民众能不能在从中得到他想要的解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号了。所以其实应该是说这个。我觉得罢免啦，罢免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啦，它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想看到的一个单纯的结果了。今天民进党的这个林议员呢，讲这番话呢，就道理上我是听得下去。好，包含今天高雄市议员呐，也是民进党籍的，他对陈其迈做了一个很惊人、很精彩的质询。他说，立法院的生态不就是我们高雄市议会的生态吗？朝小野大啊，对不对？他说，那你市长，你有觉得窒碍难行吗？没有啊。他说，因为他称赞市政府，他说，因为你们的局处长都赶快来跟我们议会沟通啊，所以即使是这个民进党少数非民进党的占多数，可是府会仍然很和谐啊，所以他反而觉得说搞这些大罢免呢，大家讲不清楚啊。那刚才林议员讲的道理是这样，可是你抵不住你们民进党的部会首长通通都在说谎啊。今天立法委员的委屈不是新北市议会议员的委屈，不是高雄市议会议员的委屈，为什么？因为新北市是国民党执政，
高雄市是民进党执政，可是他们那些局处长不敢直接的羞辱市议员啊，不敢直接的不尊重市议员啊，不敢直接的把市议员通过的没通过的预算拿出来谎话连篇啊。可是现在这些部长不晓得打了什么针？今天柯建铭还在那边开记者说啊，不要说我疯了什么。我现在觉得民进党的政府都集体吃了疯狂的药，那个中央部会，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讲那个话？刘世芳是谁啊？我们也认识他20-30，你怎么敢讲那种话？张启凯委员已经直接的在立法院公开的揭发你。冻结的钱根本没有你说的200亿那么多，只有冻结40亿，而且3个月内就赶快来请你解冻，而且删除的部分排除了租金的租屋补贴的条款，他这样还可以公开说谎。那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公开说谎的例子，就是叫文化部长李远，他在立法院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那么恨傅崐萁？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傅崐萁那个质询太厉害了，他直接问李远文化部长说：“你的预算，你们说我们删很多，那你的预算是多了还是减少呢？”李远想都不想说减少，就被傅崐萁说没有，你还增加26亿。那你这样子叫什么叫？你比去年那个还增加了26亿，然后李远已经在立法院被揭发了哦，已经说他公然说谎，而且他不了解他的预算哦。这个小野李远部长在台南的时候，还可以无耻到拿出一个挖工说我们文化人不是要饭的。你自己作为大的部会首长，增加了26亿，他总共100多亿吧？那个文化部100多亿吧？这么大预算的文化部长，然后在那边演这种戏，你丢不丢脸啊？你可不可笑啊？所以我必须说啊，真的，我觉得民进党的很多地方议员，因为他们没有涉入这次的这个大罢免，为什么他们现在动员能力，每个人也哀怨的不得了？因为很简单嘛。他们也很难辩护啊，他们又不是像立委，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部长怎么说的，怎么说谎这么严重啊？然后呢，万一他们今天也去动员，也去站台，然后隔天呢就被揭发了，说原来那些部会首长站在台上都胡说八道，马上打脸来。2026谁要选啊？是他们这些议员要选不是你民进党立委要选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个部长这么可恶，真的会反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新竹市要搞双罢哈，国民党的立委郑正乾，民众党的市长高虹安所以2个都要罢掉那谢龙介到处助讲，我那天在杨美碰到他，那讲话呢，台下这个欢声雷动他很会讲然后呢，他这个用台语连讲了9分钟的金句连讲了9分钟，他很会那个比如说你看这个新竹的风，基隆的雨，屏东的太阳，台湾人的良善风雨太阳都没有变。台湾的良善已经有人想要来改变，讲得还很顺那群众也喊说来这么下台因为双方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基本上都是比较双方比较支持的坚定支持者了你看这2天我真的是很不忍了，就是说你看呢，我前天到新竹，昨天在台北，风雨那么大，气温那么冷，那些群众那么热情，在地方他们来都很困难来都要经过这个蛮远的路，然后到现场，在那边一坐1个多钟头2个钟头，这何必呢？你已经选完就选完了，干嘛再搞这一趟？昨天也是在那个这个基隆河旁边那个洞下那我离开的时候，我就离开的时候，一个女士腿还掰的，一掰，因为她要排很多阶梯，然后过了那个桥以后，在下面到这个河边。后来我不忍，我还拉他了一把我就想说，真的是劳师动众，所谓何来嘛真的把民众，你就让这民众就劳师动众，就这个意思嘛。
那所以呢，这个高虹安也去反罢免去宣讲了他说呢，讲他的政绩，再多的谎言掩不住棒球场的问题。的确了，原来2亿变了12亿，就里面现在搞出一堆废土啊、废砖块啊、废营建的这些材料啊等等，到底搞什么鬼？球员还会受伤，你怎么好意思呢？好，联合报做个民调说47%的民众是反对大罢免，3%是赞成的，所以认为说呢，社会对立加剧。可是我仔细看内容，47%反对大罢免，3%赞成，4%赞成里面不是全部赞成罢蓝的，也有赞成罢绿的，因为现在绿也有几个被罢嘛，但是基本上反对还是比较多了这个然后呢，这个支持要罢免国民党有3%8%，支持罢免民进党有2%6%，所以这里面这个赞成里面还包括这个双罢蓝罢绿都有了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看这边它是做了1094位，在3月10号到13号那而且呢有室内电话、家用电话，也有手机那支不支持罢免国民党的30%支持，但是不支持有53%，支不支持罢免民进党的26%支持，不支持有65%所以呢，其实很多民众还是觉得，这干嘛劳师动众搞这个东西那另外呢，因为立法院真的每天我常常讲说，立委其实都是各地的精英不容易113个立委，开什么玩笑？台湾第1名有多少你们可能都考过第1名，每一班第1名有多少加起来？那个113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数的。然后好不容易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精力损失到立法院，每天在立法院里面打过来打过去，闹过来闹过去，真的不只是浪费时间，我觉得简直是浪费生命，浪费2300万台湾人的这个资源真的是这样我们看一下。保安队的安意指高虹安，象征蓝白合，因为新竹蓝白都面临双罢危机。好，今天呢看到新竹是大团结，在地国民党立委郑正前和国民党籍议长许修睿以及蓝白议员站在一起现身民众党新竹宣讲。民进党的总召老柯就真的不断在这边煽风点火，他就说他左边2个都是要被罢免的人然后我们听了百感交集，我每次都碰到高虹安上，我都说哇，这价钱就衰，知道不？还给大家12亿应该要有的价值说好不好？罢免市长一旦通过，由民进党执政的中央会官派一个根本没有民意基础的市长来接收新竹市，请问你愿意吗？高虹安久违现身开讲，细数政绩，也猛攻新竹棒球场。毕竟黄国昌都已经下军令，手下新竹当务之急，高虹安得抓住更多民心。OK， 好，谢谢。蓝白合体已经先做最坏打算，大家一定要出来个登票，登起来，不同意罢免，好冇？就爱选甲伊赢较好做民主，安尼你敢是头家？叫伊下台刚刚好，对不对？谢龙介一现身，群众反应再升温。真的绿共不好当，大罢免兵临城下，蓝白不能有分裂可能。那夏龙讲几件事刚刚谢龙介说的就是选输了不认，一定要选到赢，大概就是所有的问题的症结。那刚永平提到，不管是地方政府里面朝小野大的很多但是没有问题的原因在哪里？没有，除了过去赖清德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同样的是跟议会呢杠上，其他的你看到县市长会跟议会杠上的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总是呢很认真的去跟议会呢去沟通，不管南中北都一样。后来根本的问题是，当你是朝小野大的时候，台湾现在的赖清德政府的行政部门，对于呢国会立法部门来讲，态度非常的高傲，基本上面呢完全不理会在国会里面的权力现实，不采取沟通。明明知道你在国会里面居少数，明明知道按照台湾的宪政体制，你的人事预算法律如果不跟立法院沟通，你就是非常困难。立法院已经对你够客气了，但是呢，要发动所谓的罢免，要为自己的权力困境解套，把所谓的罢免当作是一个所谓的颜色革命在推动，这是现在的根本的现实。前几天我想可能有人有看到美国的马斯克
他的就是说政府效率部带着呢他的一些的重要的成员接受美国的福斯电视的访问，我看了很心动。我看了，因为马斯克是代表整个政府，代表行政部门自己砍预算。我哪里需要就是需要你国会来帮我砍，他还砍个3%，砍个3%之后，好像还犯了重罪一样，还要听你呢这些一堆的庙堂之上的部会首长，个个出来说谎，个个出来讲一些肉麻恶心的话。上厕所可能没有卫生纸，那你就不要擦屁股就好了。这种恶心的话、肉麻的话、讨拍的话呢，都敢讲。好，你看到马斯克是自己砍预算，他起码要准备砍掉15%啊，这样他起码7兆美元砍到6兆美元，人家是自己砍，那你呢？好吧，所有的这些的罢免，刚刚讲到就是看起来呢，重点呢先针对傅昆萁。我说实在了，就别人我不敢讲，傅昆萁你罢不了的。傅昆萁不是因为他是什么花莲王，他在花莲有什么事情没有？傅昆萁在花莲谈不上什么样的势力，花莲人有骨气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傅昆萁在花莲，我看了他呢20几年的时间，我认为傅昆萁给花莲人感觉就是他真的关心花莲。他是真的跟花莲站在一起，不管中央谁执政，花莲的需求，不管你中央给不给，他就是跟花莲站在一起。要罢免他，要去贴他标签，扣他帽子，那另外一回事情。傅昆萁很受欢迎吗？拜托，你看马英九呢，在当总统的时候呢，花莲是不去的。你看到呢，在当时的金溥中跟傅昆萁呢，基本上呢根本就不见面的。傅昆萁在国民党里面没有受欢迎，可是你要罢他就是非常的困难。蓝营在这地方上面的执政的县市这么多，蓝营的只要每一个县市长很整齐的，我台中反恶霸，我花莲反恶霸，我台东反恶霸，我宜兰反恶霸，大家呢基本上面的立场只要一致了之后，这些事情呢不是这么难去排解，这么难去处理。在马斯克的讲话里面呢，他其实除了呢对于政府本身的浪费没有效率，他自己非常不爽之外，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如果不能够自己砍自己，美国终究呢会崩溃。第二个，他在痛骂什么？他在痛骂民团，他在痛骂 NGO， 他痛骂这个 NGO， 当然他没有用我很想用的，就这些 NGO 真不要脸。你们既然叫做 NGO， 既然叫做非政府组织，你凭什么跟政府拿钱？既要叫 NGO， 又要呢跟 G 拿钱，觉得呢这些 NGO 组织当然应该砍。你看到他了，他要砍的，他已经把这个 USAID 的呢砍掉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砍掉了。他基本上面，他对于所有的美国之音，所有的美国的宣传机构，基本上呢就对照于台湾的文化部。台湾的 NCC 都应该砍。如果是马斯克在台湾呢，当所谓的政府效率部，如果你聘请马斯克当台湾的政府效率部，离远你早就被砍了。今天呢，包括 NCC 早就砍了，他连教育部都准备砍了。这些呢，其实才是真正的面对到一个政府经营的该有的态度。可是今天只是把这些砍掉的小小的3%呢，不断的出来塞奶，不断的呢想要去愚弄那些的老百姓，动员了老百姓呢想要呢支持你，能够在罢免当中呢能够捞到几席，改变了立法院里面的现在呢朝小野大的局面，那是没有用的。我们在刚刚在谈到，大家都很担心4月2号，凤金刚刚分析很多了，我就不说了。4月2号 ，OK， 看看这个整个的美国的税制呢，新税制关税呢上来了之后，会导致呢怎么样的影响？我建议大家不要只关心4月2号，也不要关心4月3号到6号呢要放假。我知道大家都想放假，可是我建议大家关心4月7号。4月7号什么日子？4月7号是民进党的言论自由日。4月7号是民进党纪念郑南榕的日子。我看到雅，我看到那些陆配的时候，郑南榕如果还活着，郑南榕会看着你这样搞吗？郑南榕告诉我100%的言论自由。什么叫100%的言论自由？譬如说我是个统派，我就告诉你我是个统派，我说我唐湘龙是个统派，可是我会捍卫你台独主张言论的自由。当你是处在一个言论的局面的时候，我很认知，那就是一个思想斗争，那就是个政治斗争，斗输斗赢都没关系。但是呢，我跟你说理。但是你今天如果要用行政手段，把所有制造呢台湾的绿色恐怖，把所有言论立场跟你不一样的，要违背你曾经承诺的，把郑南榕举得这么高。
郑南榕的4月7号是你定的言论自由日，最先呢把那一天定为言论自由日的，不就是你赖清德吗？4月7号距离现在刚好1个礼拜的时间，管4月2号干什么？管4月3号到4月6号放假干什么？看看4月7号那天你要怎么过今天的言论自由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民进党也办很多场，300场要下乡哈，有8场比较大的，然后呢，其他就是300场。那到了新北啊，然后呢，刚好昨天林右昌跟苏巧慧呢同台，因为这两人都想选新北市长，所以就被人家看他们到底互动情况怎样啊，所以他们在暗过招啊。那规划区呢说空荡荡啊，地方党部呢赶快动员补人哈，所以呢，大家会想说，你谁动员力比较强啊？那另外呢，这个是不是市长的暖身赛？林右昌说，国家面临危难，现在并不是思考个人未来及选举。苏巧慧说，愿台湾顾台湾救民主，恢复国会秩序是齐聚一堂的目的。哦，是的，我们都不是为了市长啊，现在眼前先把你们罢掉再说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一度这个椅子没有坐满了哦，所以呢，区域民代呢就责任赶快动员人来啊，免得不好看啊。新北这么大的地方，整个那个场地很大，那这个所以呢，民进党中央说动员宣传不利啊，所以党内人士说什么怪我们中央是地方负责啊，地方负责动员是地方的事情。那另外呢，林右昌说呢，舍不得苏巧慧被罢免，一定要把民进党51席过好，1席都不能少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民代说希望跟罢团要这个联署书了哦，因为他们有责任额嘛，就希望民意代表、地方民意代表都，当你选票的30%要这个把这个名额凑足，但是连这样的话柯建铭都不满意，所以这像个脚趾头一样，什么用啊？对不对？这个然后呢，罢团也不满意，所以责任应该是无限的，什么30%加起来不够啊，30%哪够啊？所以林右昌就说这是有心人见缝插针，我们基层要反弹，基层非常高兴啊，愿意去愿意去联署，到底有没有问题？基层怎样？林远，因为全台35区啦，可是事实上就是很明显，像我自己新庄区，我就没有这个罢免的问题嘛，那昨天在动员，我在现场待了，我想我从中午开始待到整场结束，大概待5-6个小时，感触是很深，就是基层当然有一定的热情，希望能够来解决这个投入啦，就解决现在国会的这个困境。但是你要说动员，我后来在网络上有跟一些网友分享，他们都说，哎，这个定责任额很好啊，你们应该动起来啊。我说这不对，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早就投入了。他没有在这个任何号召之前，他就开始帮助这些罢团，结果等到他已经弹尽援绝的时候，你现在说你现在要来有一个责任额，因为他资源都已经用掉了，资源已经用掉了嘛，不公平嘛，我早就开始动员了。那比如说像中央的这个责任额的这个，昨天在这个整个场子里面有一些空的位置也是一样就有人在谈到说什么是见缝插针，但坦白讲就是。我前面也听说一个说法，就是台上是中央党部负责了然后台下是这个我们地方基层负责。那我觉得也 OK 啊，但你不要给我这么大的场地啊，这个几万人的场地啊我们都被额外，我坦白讲，我在活动的前2天，还有一个长辈打电话来说，他说这个好像有人不愿意出面，好像不愿意动员，那是不是你多出一点？我说多出一点，像我们这种菜鸟议员，你叫我多出一点，我只能是硬着头皮试试看。议员，你那个也是要订游览车吧？你不订游览车，你那个新庄到那边那么远，对，其实很近啦，但我们但坦白很心疼，像有一些真的是骑摩托车来的我都下雨下成这样子，真的很辛苦。但我必须要讲，如果真的就是党有意愿要去投入罢免的话，其实应该是有很多更怎么说更科学啦，更有更清晰的做法，而不是现在好像整个蓝绿的对决气氛起来之后，还去做这个什么几场8大场啊300小场的动作。我觉得那个其实对现在罢免的进程没有到一个很好的推展效果，事实上是有原因的。那我也觉得是这个其实算是一个我们一般都会讲2阶段是有一个冷却期了我觉得这也是正好大家冷却一下去思考一下。如果说你的基层动员的状况是一回事，那再就是你力量的运用也没办法到点上，没办法真正转换成联署书的话，可能大家还是要检讨一下，你到底在策略上是不是有什么应该改进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背景新闻来。
支持者喊破喉咙，市长好，苏巧慧也吹了 key， 不过1分半后。同个地点却没有同待遇，看到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却没了市长2字，民进党人民是头家宣讲锁定被罢蓝营立委叶元之选区板桥。我们希望用今天的行动换成后面能够让国会的秩序恢复更大的运动，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最大的目的。我想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家去思考，能够为台湾来做什么。那并不是去思考个人的一个未来还有选举的部分。这是意外的有默契吗？两人必谈2026市长选战，但现场就像是压力测试，因为选在板桥第2运动场，可容纳2万人，堪比选前之夜。地方党公职都有动员配额，不过因为天气冷又飘细雨，一度在舞台左前方中央主折的2000名员额出现空缺，让区域民代责任额赶紧补上。咱对巧慧跟对洪路。非常的唔甘，但一定要来顾好。现场民代架设帐篷，甚至是谁动员的支持者胸前都贴标签，因为要拼大罢免加温。传出党中央要求议员以该届得票数30%为责任额，还寄出2连式的签收单，要交给罢团收执，党中央稽核。看来民代有所不满，但秘书长不认同。有心人士这个见缝插针破坏民进党的一个团结。否认没反弹，但基层杂音确实没少。来，凤行。我先说一下，为了大罢免这个议题，我现在看到所有的民调，其实台湾有没有真的大罢免不知道，但是大分裂是一个很明确的哈。今天联合报的这份民调当中，47%的人反对大罢免，43%的人赞成。其实你加加减减，它其实非常接近误差范围，几乎等于是就是打平手了哈。我们也不要讲说谁比较高，反对的人当然比较高，可是问题是这里面还牵涉到你赞成罢免的是蓝的还是绿的哈。那在上个礼拜呢，是 TVBS 的民调有关于这个赖清德的满意度，40%满意，40%不满意。可是我关注的是那一个极端值，就是非常不满意的27%，非常满意的17%都上升了。所以它就是一个不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那个80%的人表态满意度跟这个大罢免有90%的人出来表态说我要赞成大罢免或者我反对大罢免，在我们一般的民调当中，这种表态率都是不寻常的，代表每一个人都在选边站，而且选了边之后呢，越来越往极端去靠拢，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事实。那这一点。我就觉得说，对于台湾来说，我们本来应该是选举前比较分裂，选后了，尤其是距离选举还有1年多的时间，是最好去除对立的时刻点。可是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对立，这个比一般的选举还要对立的手段，这一点才是我们台湾最大的问题。这次的大罢免，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它未来会形成一个台湾最大的伤害。因为在基层其实就是常常听到说这个是输不起，所以要用罢免的手段。所以未来台湾其实就不需要选举了，因为只要不喜欢、不满意，就可以再把它罢免掉就好了。所以尤其这种伤害，我想它会持续。那这种对立，未来在我们所有台湾的大家的那个互动上面，这种伤痕也弥补不回来。其实世界大家很粗浅对民主政治的了解呢，都是说你能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你能不能尊重选举结果。可是大罢免呢，就让你对于民主价值产生疑惑，因为选了不算啊，对不对？我已经选了，然后呢，你不满意还可以搞罢免，那市长可以搞罢免，议员可以，立委可以搞罢免，下次议员也可以搞罢免，里长也可以啊，里长也搞了，来向龙。对民进党来讲，民进党把这一场的大罢免一直把它导向了两岸的立场的再一次的对决，让未来两岸关系不再有绿跟白，只有红跟绿，就是没有蓝跟白，只有红跟绿的这种位置上面，走上一个呢绝对对称分裂的位置上面，这个是呢权力逻辑上面的必然。我坦白说，大部分的民进党的朋友，私底下我认为他们